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在上半部分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在切斯比贝钓鱼沉底钓的那些鱼讯吧，就算。那么后半部分呢，我会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沉底钓稳操胜券的那个3大要素。昨天在贝里的鱼咬口还是很多，而且各种各样的鱼都有。我开始用的是4号钩子，脱钩了一条那个蛮大的 spot chow， 所以后来就改用了2号钩子，两头兼顾一下，小鱼也可以，大鱼也凑合。spot 这个鱼，我们叫它是海里的 panfish， 这个鱼也非常鲜美，如果它新鲜的话。吃起来不比可爱皮差。如果你是新鲜活杀的话，这种鱼油性非常大，如果它死了以后，可能很容易就烂。我们一个小插曲啊，放生了 croaker 小黄鱼，听到声音吗？小黄鱼，头很硬，当地人叫它 hardhead。它会把嘴巴撑开来，那外边有很多小刺。这是一条 Southern Kingfish。Kingfish. When kingfish bite, usually they it's like a bluefish. It's like a big fish. Actually, there's a lot of muscle, very strong, even though they're little. Oh, nice sea chow. ，We got everything today. We got a stingray. That's a stingray. 这次钓的最多的是 spot， 第二多的呢就是 kingfish。我是用带头虾做的鱼饵。好，那么现在来聊一聊沉底钓需要成功的那个3大要素。那么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呢，我们还是从这个鱼类如何寻找它的食物说起。我们人类呢，主要靠眼睛来观察我们的周边的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这个多年的钓鱼那个经验当中呢，慢慢的认识到这个鱼类呢，其实它的嗅觉非常的灵敏。最早我觉得第一次我去晚上钓鱼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一块很小的虾肉丢在水里，外边是伸手不见五指，在那个海底下面，那个鱼怎么能够找到它的食物呢？那显而易见，鱼不是眼睛看到了它那个食物，而是闻到了这个虾肉的味道才过来的。就像蚊子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 mammal， 闻到那个人类的那种气味、那种气息，或者苍蝇可以很远就可以闻到那种腥味。那么这种动物的本能呢，我觉得鱼的身上呢也发挥得很好。它的那个嗅觉是它的主要的那种捕食的那种感官。而且呢，这个鱼对什么样的味道，它也非常有讲究。我们同样切2块鱼肉，一块是那个 spot 那个鱼肉，另外一个是比方说 white perch 的那个鱼肉，2块肉你可以切得一模一样。我可以拍胸脯保证，它首先来咬的是那个spot 的那个肉，所以它那个还有不同的 flavor， 鱼还是能够闻出来几种肉的不同。
那么还有我们用那个血虫，那个 bloodworm， 我们只要放很小一点点在钩子上面，你要是晚上扔到海里边的话，很快就会鱼来咬。那显而易见，味道是非常的重要，对吸引鱼来咬你的鱼饵。所以这就是给出了我们沉底钓鱼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你的鱼饵必须是新鲜，要有 juice， 要有足够的味道，而且呢要符合这种鱼的口味。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假如我们有一块毛巾，毛巾上面沾了很多颜料，那么我们把那个毛巾就丢在那个海底的某一个部位哈，这是一块毛巾，那么我们海水呢在这往这流，那毛巾上的颜料呢，它就会沿着水流，它就往边上延伸开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是一个鱼饵，那鱼饵的新鲜那个味道，它会沿着这个水流呢，它慢慢扩散开来。那么在它下面的下游的那个鱼呢，它会闻到这个味道以后呢，它就 follow 这个味道，慢慢往上走，最终呢，它会找到这个鱼饵。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毛巾上的颜料慢慢的冲光了，所以光剩下一个毛巾，它就没有味道了，它就没有后面这个尾巴了，所以鱼能够找到这个鱼饵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那钓鱼，隔壁老王一直上鱼，他一直换新鲜的鱼饵，他一直有很多 juice 出来。你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上鱼，你的肉看上去还很好，但其实你上面的颜料都没有了，你已经没有 flavor， 你没有这个味道再往下走了。所以你要鱼来咬你的鱼饵，那个机会就现在变得非常的少。所以非常的重要，你要 keep 你的鱼饵 fresh，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 juice， 足够的那个味道，不断的散发出来，才会吸引后面那个鱼呢来找到你这个鱼饵。成功的第一个要素，沉底钓，足够的味道。刚才我们讲了嗅觉，那么在视觉上有没有办法沉底钓的时候吸引鱼呢？我给你讲一个小插曲哈。那很多年以前，在断桥呢有一对夫妇，非常会钓鱼。别人上一条 white perch 呢，他可以上4、5条 perch。我在远处呢观察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钓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拿了3根鱼竿靠在桥的栏杆上面，就等着鱼来咬，而他们呢，就是手上拿1根小鱼竿，在不停的抖动。后来呢，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秘密，是什么秘密呢？我们这是一个 weight， 然后这是一个钩子上一个小鱼肉，这是一个小鱼肉，这是个海底。那么我画2个 parallel 的情况哈，一个另外一个，这上面一个鱼肉，这是个鱼肉。那么当你在那里抖动的时候呢，这个有节奏的稍微跳动一下，就像这个小鱼肉呢，它跟着它围在水上也会这么飘一下、抖一下，看上去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就受了伤的那个小鱼，或者受了伤的那个小虫子。那么这些鱼呢，它既然闻到了味道，又看上去呢，这个又有一点在那里抖动，好像是在挣扎。那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 easy meal， 他就会来捕捉你那个鱼饵。所以这个时候呢，又给他增加了一点那个就是视觉上的那个吸引力。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用过那种小的假饵，叫塑料的那小虫子，我们可以用塑料的小虫子把那个鱼钓起来，那个纯粹就是靠它的视觉效果。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有了视觉效果，加上我们本身这个鱼饵有味道，显而易见，这是一个 plus， 当然比你就是放在那边守株待兔的效果要好的很多。
另外一个，你抖动的同时呢，你的味道散发出来也会更广泛一点，更快一点。尤其是在你那个水流不是很急的时候，你在那里晃动的话呢，它这个imagine 刚才我讲那个 ink 上有毛巾的，你要是在那里晃动，它的颜料跑出来的速度就会更快，它的扩展的面就会更多，所以它吸引的鱼也会更多。它有味道，同样又有视觉直观上的吸引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沉底调要取胜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就要需要适当的跳跃。但记住了哈，要适当的跳跃，你不能让那个鱼感觉到你是一种攻击性的，突然冲过去了，它就会害怕逃走了。你要装得像受了伤，好像是在那里挣扎那个样子。这个具体的那个操作，所以说钓鱼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game，所以你那个表现的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还需要一定的经验。但总而言之，你要做得像受了伤，是一个被追赶的小鱼，而不是一种攻击性的动物。那么除了我们讲的嗅觉、视觉之外呢，那么声音也能 attract fish， 这个是也能 attract 鱼哈，也能吸引鱼，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假饵叫 crankbait， 它抖动的时候都发出声音来。那这种声音呢，它会引起鱼的注意。那么我们在沉底钓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也用这种声音的办法来吸引鱼呢？确实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就是用我们这个沉底钓下面那个铅锤，轻轻的敲击那个海底。我给大家画个图哈。假如这是一个我们的铅锤，然后我们这有两个假饵在这哈，一个小饵在这。这是个海底，那我们把铅锤抬起来，慢慢放下去，轻轻地敲到那个海底。敲到海底的时候呢，那个海底的小沙呢，它就会抖动，就把沙给抖起来了，有点灰一样的，就会 pop up 起来一点点。那么你这个小铅锤撞击一下那个海底的小沙呢，小灰呢就会 disturb， 就会上来一点点。那么你过一段距离再敲打一下，边上这个地方也出来一堆小灰，然后这个海水呢又把它慢慢冲走。半分钟、1分钟以后呢，这水壁又恢复了那个平静。那这种轻轻的敲打呢，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种，引起鱼就是过来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的那种办法。大家知道那个声音在水底下，传播的速度和空间都比这空气里面还要好很多，所以轻轻的敲打一下这个东西会吸引很多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像我个人呢，就喜欢用那种fast 或者是 extra fast 的那种 action 的鱼竿。这种鱼竿呢非常灵敏，你可以感觉得到水底下的那个情况，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的铅锤碰到底了，我把它轻轻抬起来，以一点点位置，又把它放下去。过个几秒钟没有咬口，我再把它放过来，放下去，点一点那个底下的那个沙 ，disturb 一下，然后没动静，我们再往前走一段，就这么慢慢的往这边拉过来。那这个要比你静止放在那边，你的咬口的几率会大很多很多倍，这是我很个人的经验。那么用这种慢慢的跳一跳、移动一下这种办法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在那个水流不是很快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那个就说
你的味道扩散的区域呢增加很多。还是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味道就是散发是这么一个小时间，那我们过一段时间，过个几秒钟，我们换了个小地方，味道散开来，但过了个地方，我们又往前一步步往前走，后面的散的味道，那最终就说你吸引的那个面积那个鱼呢就会增加很多。你在慢慢的过渡，在每一次走的地方呢，这鱼的味道还是在往外扩散。所以，这个方法，是 highly，非常就说，至少我本人吧，如果沉底钓的话，我肯定会用这种，就说慢慢移动的方法，bounce 一下，拿着鱼竿点一下啊，落地了，然后没有咬口，抬起来，跳一下，然后又沉下去。这个同时呢，也是有一些 movement， 也是让那个鱼的那个味道扩散更快。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3个沉底钓要成功的第3个关键要素，要轻轻的震动，在海底上面有一些小的震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3个关键的要点。第1个要有足够的味道，第2个呢要适当的跳跃，第3个呢就需要轻轻的震动。那么掌握了这3个关键的要素以后呢，我相信你的沉底钓的那个收获呢，可能就会比别人多很多。那么关于这个沉底钓组的那个具体的那个线啦、怎么绑啦这些东西，我可能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另外再抽时间吧。其实，知道了、掌握了这3个关键因素以后呢，就是其他方面的都是细节。细节上呢，可能个人都可以个体发挥。所以掌握这前面3个关键点以后呢，我相信鱼的咬钩机会就会多很多。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就讲那么多。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或者呢转发给你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